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全新阵容来袭，奔跑吧14官宣4月24日播出，孟子义、李云瑞加盟，周深退出，多位老成员坚守常驻。哎呦喂，朋友们，你们敢信吗？九重子里那对还没正式开播就把大家甜的嗷嗷叫的云牵梦绕 CP 孟子义和李云瑞居然手拉手一起跑进综艺里了，这可不是客串个1、2期，是正儿八经的成了奔跑吧14的常驻，剧里的缘分直接延续到现实综艺。这操作，导演你是懂我们爱看什么的，我都能想象到时候节目里他俩一个眼神，弹幕就的炸锅，全是磕到了。说到这个，节目官宣可是在2026年3月25号，挺正式的一个日子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？播出时间定的死死的，就是4月24号，礼拜五晚上8点20，雷打不动。听说先导片更早，4月17号就能瞅见。这节奏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们等太久，赶紧把快乐送上。录制也早就开始了，第一站跑去了海南海口、大太阳底下录，想想都替他们觉得热。不过后面好像还要去河南、黑龙江，甚至6月份还要跑到新加坡去收尾，这行程够满的。阵容这事儿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欢喜的是李晨、郑恺、沙溢、白鹿、范丞丞，还有时代少年团的张真源，这帮老熟人一个没少，全都在。郑恺这可是连续14季全勤，妥妥的钉子户，不服不行。沙溢和白鹿那简直是笑点保障，有他们在就不怕冷场。范丞丞和张真源年轻活力，看着就养眼。然而有人留下，就意味着也有人离开。本季最让人遗憾的变化，莫过于周深的退出。作为节目中的行走 BGM， 他的歌声和综艺感一直是不可替代的一部分。但由于2026年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安排冲突，他不得不暂时告别。与此同时，宋雨琦也因身体原因选择休养，这让节目在音乐氛围和活力少女2个维度上都出现了一定空缺。这种人员变动带来的不仅是阵容上的变化，更是一种气质的调整。周深的离开意味着节目中少了一份天然的音乐表达与情绪渲染，宋雨琦的缺席则让原本偏活泼青春的氛围略有减弱。这些空白显然需要新成员以及整体内容设计来重新填补。新来的2位那可太有说头了。孟子义，我的天，那可是自带话题和梗的姐姐。还记得她在别的节目里那些梦言梦语吗？经常一句话能把人噎死，但又莫名好笑。她来奔跑吧，我怀疑导演组是不是想增加一些不可控的喜剧效果。李云瑞呢，画风就完全不同了，人家是国家2级运动员出身，长跑特别厉害。以后要是有什么追逐战、体力活，他估计就是秘密武器了。一个负责文的搞笑，一个负责武的冲刺，这搭配新鲜。对了，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，这一季节目好像要搞点回忆杀。网上有人说，经典的撕名牌和泥潭大战又要回来了。听说安全措施会升级，但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应该还在。想想当年看他们互相厮杀的场面，还真是有点小激动。录制也不是干跑，像在海口，好像就去了骑楼老街，搞那种民国风的主题，一边玩一边还能看看风景。还有个挺有意思的变动，不知道算不算时代的眼泪。喝了那么多季的安慕希，这回不见了，换成王老吉了。以后他们挑战前喊口号，
手里举着的估计的是红罐凉茶了。这赞助商一换，感觉节目的味道都变了一点似的。消息一出来，网上那真是热闹非凡。喜欢周深的粉丝们都在评论区刷没有深深的奔跑吧不完整，各种舍不得。宋雨琦的粉丝也心疼自家偶像，希望他好好养伤。但另一边，期待孟子义和李云瑞的人也不少，特别是他俩的 CP 粉，简直像过年，已经开始脑补各种互动名场面了。还有一堆人听说撕名牌要回归，直接说我的青春回来了。不过啊，这么一来，常驻团变成了9个人：李晨、郑恺、沙溢、白鹿、范丞丞、张真源，加上新来的孟子义、李云瑞，人数是多了，热闹也是真热闹。但游戏怎么分配才公平？镜头怎么安排才合理？这可是个技术活，万一处理不好，容易显得杂乱，或者有人被边缘化。说到这里，我就忍不住想提一嘴，一档做了10几年的老牌综艺，像《奔跑吧》，它最大的财富是那些陪伴观众多年的老成员和经典环节，但最大的挑战也是如何不让观众觉得还是老一套。这次他们选择了加入新鲜血液，同时重启经典游戏，看起来是想两边都抓住，但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是会让老观众觉得情怀满满，新观众觉得有趣好玩，还是会让人觉得新老搭配有点割裂，经典重启也只是炒冷饭呢？这还真不好说，毕竟众口难调啊。有人就爱看李晨和郑恺互怼，有人就等着看沙溢又怎么被欺负，有人是冲着白鹿的女汉子形象来的，也有人只想安安静静磕孟子义和李云瑞的糖。节目组这次把这么多元素揉在一起，是做了一锅食材丰富的大杂烩，还是能烹饪出一道层次分明的新菜肴？口感丰富的新菜，答案恐怕只有等节目真正开播之后，观众用弹幕和收视率来给出。所以，我就特别好奇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，对于一档综艺来说，像这样同时进行阵容换血和经典复刻，到底是让它焕发第二春的聪明法子，还是一次容易两头不讨好的冒险尝试呢？是更期待看到原班人马稳稳的幸福，还是愿意接受新面孔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新鲜感？